刚刚从美国旅游回来，不吹也不黑，说几句肺腑之言，全部都是我的大实话。我现在回到的是湖北武汉，感觉美国那边呢，真的像个大农村一样的。如果你已经成家了、立业了，这边呢混得还不错，就不太建议你跑到那边去了。因为过去之后，如果你有老婆了，很有可能就会成为别人老婆。因为在那边呢，白人他谈恋爱是有一套的，很有可能你的老婆就成为别人的。因为在那边呢，你没有什么能力的话，很难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，最多也比如说你在这边国内是一个经理啊，企业高管啊，过去之后啊，你可能连刷盘子、洗碗这样工作都做不了。因为在美国那边呢，他们的这阶层意识非常强，你不是那边的一个绿卡的话，也没有入那边的国籍的话，你很难找到一份工作的。美国那边呢，说实话给我的印象，你看这就是武汉街头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到处都是这样的高楼。但在美国那边呢，很少见到这样高楼，除了纽约和洛杉矶，还有华盛顿有那么几栋高楼以外，其他地方真的是太少了，少之又少啊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边真的是好热闹，好热闹。这是武汉的街头啊，马路啊，双向8车道，在美国那边呢，基本都是双向2车道，而且还是高速公路。在美国高速公路都修在城区里面在，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。在美国满大街的都是流浪汉，在咱们国内啊，现在根本见不到流浪汉了。你看这个街头啊，真的是非常热闹啊。说实话，美国那边街头啊，经常看到装修啊或者施工啊墙体改造啊，天天都如此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美国的城市建设比较早。他们上世纪70、80年代就完成了城市的基础建设，所以呢，现在需要维护，一些年久失修啊，就需要维护，所以呢，房子看起来破破烂烂的，就像个农村一样的。还有啊，在美国那边的地铁，他们逃票啊，因为他们是那个栏杆的，从前面往后面一拉就可以，然后2个人一起，一家人一起逃票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呢自觉刷卡，有素质的人还是有的，但美国那边地铁好像都快运营不下去了。都是在亏啊，就是说亏本嘛，而且还花了很多钱阻止逃票事件。虽然说美国人什么高度自由啊，有素质啊，但并不真的如此。这边就是地铁站嘛，在咱们国内啊，从来不会出现什么地铁逃票的情况，是不是？最多有些小朋友啊，他本来也不用买票，从下面爬进去，那是不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在美国那边呢，高楼大厦真的太少了，还不如咱们武汉。你看这一眼望过去啊，绿树成荫，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。这边就是的啊，你看在美国那边的医院什么的不敢轻易坐的，还有公交车啊，这是公交车嘛，在美国那边公交车呢基本上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来一趟，把人都要等疯了。所以美国人为什么人人有车？穷人都住在公寓里面，富人都住在农村大别墅，这在美国那边。在咱们国内国情就不一样了，穷人都住在农村，富人都住在城市的小区里面。在美国那边看病啊，是不敢轻易叫救护车的，过来一趟1000美刀没了，折合人民币7、8千块钱了。所以啊，在美国那边有句话叫做不到心脏跳不动那一刻，千万别给我叫救护车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美国那边没有什么老城区，都是那种1栋2栋的房子。在美国那边呢，说实话，很多人手上连500美金都拿不出来。很多人去摆地摊啊，为什么零元购在那边很常见？就是因为啊，透支消费。在那边就业环境啊，你在国内啊能当上高管的，到那边可能你连街边的摆摊你都做不了，因为你语言不行嘛。这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，美国真的没有那么好。那些还想去美国的人，劝你三思而后行，不然可能连回来路费都没有了呀。